今天仍然生活着和穴居类动物十分相像的动物，它们叫做宅居动物。宅居动物的外形酷似人类，长着人类那样大大的眼睛和耳朵。它那奇特的生活方式，至今还让人们叹为观止。表面上，它们各自为政，互不往来，但实际上，它们通过一种叫网络的东西互相联系。对于其他动物而言，幽深的网络往往难以琢磨。这里充满了各种危险，在地球上，没有比神秘的互联网更可怕、更不利于生物生存的地方了。但是，对于宅居动物来说，这里却是天堂。一只雌性仅仅用灵巧的前爪在鼠标上点击了几下，就完成了人类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做到的事情。他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店，但他却天天蜗居在巢穴中，从不出门。他只是不停地在一个叫做1688的网站上进货，然后拿到淘宝上出售。在网络的另一头，一只雄性正在用歌声召唤着异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求偶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自然界中，动物们往往通过决斗的方式来争夺配偶。最激烈的争斗发生在最强健的雄性之间，这是整个动物界的普遍现象。雌性为了后代的健康，纷纷把自身托付给异性世界的强者。相比较之下，宅居动物的择偶却显得那么的悄无声息。但可惜的是，尽管每只雄性都有生养大量后代的能力，但这仅仅是每只处于发情期的雄性的一种愿望，实际上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一些雄性被逼无奈，只得选择用爱情动作片来作为替代。BT 是宅居动物赖以生存的物质之一，它给宅居动物的世界带来无限生机。然而今年的这个时候，所有的 BT 都消失了。宅居动物所遭受的苦难还不仅如此，曾有一度，网络上的色情和不良信息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了伤害，但现在，他们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。我成全你。同时，人类对宅居动物的保护还体现在其他方面。思考强迫症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宅居动物种群中的疾病。这只雄性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种病不但具有极大的危害性，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传染性。因此，人类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这些可爱的小动物。进入最后冲刺阶段。强身健体，精神好。在人类的悉心保护下，这只雄性的病情正在迅速好转。虽然在治疗过程中，它会经历短暂的痛苦，但比起下面这只雄性个体的遭遇，它是幸运的。这是一个患有多动症的成年雄性，由于双爪不听使唤，
他不断胡乱敲打着键盘，但很快他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在严酷的自然选择过程中，他被淘汰了。大自然有它无情的一面，但正是这种无情，保证了物种进化的优胜劣汰。一些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个体被自然淘汰，而更多的个体则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，从而使这个物种得以延续下去。随着雨季的到来，大地复苏，互联网又恢复了一片盎然生机。这只雌性依然每天都要上1688这个网站，同时我们惊喜地发现，它已经与一只强壮的雄性组成了家庭，并且已经有了后代。从此，他们幸福地生活下去。